哎呀，很多人都问我，你家张大铁为什么这么讨厌外国的东西？我曾经也困惑过，但是经过了1年多的观察，我发现也不能怪孩子，这孩子其实是对人不对事儿，他主要是不适应他爸。按道理讲，就算张大铁1岁之前没见过他爸，到今天这爷俩也认识2年了，怎么就感觉跟人家别人家的父子相比不太对劲儿呢？正好这2天我在家的时间比较多，我就仔细观察。那么让我们一起走进大型纪录片《外来媳妇儿本地儿》。第一，大胖媳妇非常阻碍张大铁养生。张大铁从小跟着姥爷长大，非常喜欢喝热水。你知道那些喜欢喝热水的人都喜欢吹热水，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精准的温度，就是我需要它凉一点点，但不是真凉。大胖媳妇看见张大铁吹热水，非常热心肠。不要谢。吃个饭，这个爸爸也不懂得照顾孩子。爸爸帮助你。第二，张大铁老干部喜欢静，任何老外的那种狂欢奔放类的东西他都很难接受。当年他姐早打去参加一个外国小孩的生日趴，你们也知道张大铁遇到狂欢文化有多不适应，他不能理解用狂欢玩水枪避暑的行为。他受到的姥爷的教育是心静自然凉。我在干啥？但是自从他这个爸爸回来，这个家就是嘈杂的。拿去，这个rumba，为什么 rumba？Let's rumba，rumba，rumba。Let's rumba。你上去扔吧，你上去扔吧，你们干啥玩意？即使我在客厅办公，拿铁的遭遇也能尽收眼底。这不，我家换了小米大屏看娃神器，5英寸高清可移动看护大屏，还有 AI 智能看护功能，能检测哭声和咳嗽。拿铁一不对劲就会提醒我去看看咋回事，就算很忙也能安心做自己的事儿。第三，也就是最严重的，就是这个语言。张大铁不会英语和大胖媳妇不会汉语，实现了一个精准的风险对冲，导致他俩的沟通会陷入一个城门楼子和胯骨轴子的闭环。你吃fruit了吗？我有口红。为什么你吃口红？这是口红。这是妈妈的。他爸领孩子在楼下玩，张大铁想告诉他爸这个石头拔屁股，他爸啥也没听懂。爸爸，我肚子疼。谁是帮我弄？爸爸真这个老妖精吗？我没有眼睛，没有眼睛，我就往全那个。哎，你们相信不？其实《再见爱人》里这个麦琳她嫁错人了，她有一个绝配，就是俺家大胖媳妇儿。哎，真的，麦琳要是嫁给了大胖媳妇儿，那真是嫁到了他的新趴上。最近我在跟大胖媳妇儿，我俩一起追《再见爱人》，这个麦琳不是说啥话都绕着弯子，老让你听她的弦外之音吗？给别人都整懵了。但是巧了，大胖媳妇儿根本听不懂弦外之音，她听人说话只听字面意思。那天我看麦琳跟李阳亮生气了，说自己不录了，我这边看着这个憋得慌，结果人大胖媳妇儿，耶，我们录了。你为什么不开心？他要走了，他要走了。但说实话哈，大胖媳妇这个听人说话只听字面意思，完全不内耗这个特质，她只适合麦琳这种性格，因为她不会被她耗进去。但对我而言呢，她有点耗我，还耗张大铁。有很多时候哈，别人的这个弦外之音都得张大铁替他爸翻译。我妈最近在给自己装修新房子，然后那天俺俩跟我妈选电视的时候，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你就信我的，买最大的。我妈就是爱面子，爱排场，你就买最大的。大胖媳妇说，那电视也不是说越大就越好，咱得亲自问问我丈母娘说她到底要多大的。然后我们就给我妈打电话了，我妈是这么说的，反正你二姨家不就买个75寸的吗？75的吧，你老姨家整80多，气派是气派，但是吧，其实我还真是我不愿意跟他们攀比，挺老贵的，反正也是你哥和你小弟就非得给买嘛，说是尽份孝心。我确实就是我不比他们大2岁嘛，我就确实是我有时候在你老家看小电视，我就看着可费劲了，眼睛都干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转头问大胖媳妇，所以我妈需要什么？需要药水，需要药水。给我急的，我跟俩孩子说，你俩告诉我，给姥姥买什么？完了钱哪天？哦，对，完了钱。所以你看，跟他有啥话就得直说。你看我妈念叨喜欢拍照，她说可以给我妈报班学摄影，我说你歇歇吧，快把小米15手机给我妈送过去。徕卡光学硬件素质拉满，拍出来的人一看气血就好，白里透红。AI 算法直男拍法也出片，跟苹果设备传照片都很方便。我都懒得跟大胖媳妇解释了，爱咋咋地吧。但我觉得可以让张大铁试一下。我说张大铁，你能不能找个机会跟你爸唠一下，跟他说一说这个道理，就是人有的时候说的话是这样说的，但他意思是相反的。爸爸，你懂吗？姥姥说它不要太大，意思就是它要最大。为什么？吃饭的时候，
说咋不撑死你呢？妈妈是要撑死你吗？妈妈是说，对啊，你别撑死我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看电视的时候，妈妈说你一直看啊，你别睡觉，明天也别上学。妈妈是让你不睡觉吗？不是，妈妈是让我睡觉。对啊，你少看电视。不是，你问妈妈要自行车的时候，妈妈说我看你像个自行车，是说你像自行车吗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妈妈说我像自行车。不对，妈妈说的是我像自行车。我像自行车。我是自行车。妈妈说我像自行车。你这都掉。我像自行车。哎，咱俩地了。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张大铁的观众，我建议你谨慎看这条视频，因为张大铁的奶奶太糊了，你看完心疼。我们一家来泰国玩了，我妈和我婆婆都来了。我问我妈，我说你不是有点看不上温迪吗？你咋最后还同意来了呢？我妈说我不放心，我觉得太危险。我说泰国没有那么危险。我妈说但是你婆婆有。我们这不就来泰国了吗？第一天坐船出海，在海的正中央，我婆婆提议要跳海。这一个提议出口，我婆婆、我老公、我小姑子在奥达，衣服一脱，噼里啪啦全跳下去。然后张大铁那胆小，就说水里有老妖精，就不下。我几次尝试跟他沟通都被拒绝，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这样你就游到拿铁前边来，离他特别近。我呢一会儿就不跟他沟通了，我越说他越害怕。就一会儿我入水的时候，我在后边就稍微这么一推他，你马上你就接住。他一进水，他发现没事儿，那他就不害怕了。大胖媳妇说行 ，OK， 我接他来吧。这时候我婆婆就在后边喊 No， 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一听我很惊讶，我心想啊，这外国奶奶其实也知道心疼孙子，你看平时挺虎，关键时候也知道保护。结果我婆婆说你听我的，咱们要把他扔下去。2秒钟才飘上来。张大铁被扔进大海之后，才发现水里没有老妖精，家里有。然后我妈也不敢下水，温迪提议要扔我妈，后来温迪自己退缩了，没敢碰我妈。我就问发生了什么呢？早达说，刚才姥姥让我跟奶奶说，她心脏里有支架，坏了赔10万，奶奶就走了。我不懂他们这是什么毛病，就是对跳水这个执念。前几天我去桂林出差，我要去参加一个晚宴，大胖媳妇作为受邀嘉宾的男伴，本来也要出席，结果人家来的路上突然间想做竹筏赴约，人家竹筏划着划着，大胖媳妇就说要跳水，说太热想游泳，人船夫说不允许跳。大胖媳妇说我就想跳。船夫说那我不能担这个责任，你掉下去了那是你的责任，不赖我。我要是让你跳，那这就是我的责任。大胖媳妇说我懂你的意思。然后被有人掉水里了。掉出来一个。我在晚宴上，我寻思我家男宾咋还不到场呢？遥远的看出去，觥筹交错的背后似乎有2个落魄的身影，因为身上太臭没让他俩进，我只能独自美丽参加资生堂时光琉璃皇冠会。美美体验了全新升级的液琉璃面霜，它能拯救拉胯侧颜。这瓶整整10倍高浓 Cota Pro 刺激首度破译的胶原之母 CCN2 轮廓蛋白，直接贵气侧颜纱稳稳拿捏，咱也能用侧颜大杀四方了。最离谱的是，我们这次在泰国坐那个香蕉船，那个船开的特别快，特别颠簸，很吓人。我们全家都上了，我就发现泰国真是一个没有规则和边界的神奇的地方。这船上最老的65，最小的才3岁呀，人家在海中央停了，开船的人朝我们喊：“哎，你们想掉下去不？”我说啥？他说我可以把你们的船开翻，保证你们全掉下去。这个事儿回国之后，张大铁是这么跟他姥爷说的：“我说我不掉，我奶说掉，我要掉。我说干什么玩啊？谁跟你跳呀？我奶非要掉。我说你可拉倒吧。哦，那你可挺厉害哈。然而实际上，张大铁那天的真实状态是这样的：我说我不掉，非